1991年，曾经做过毛主席秘书的胡乔木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，其中谈到了很多和毛主席相处时的细节。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：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，记得有2件事是他很难下决心的。在人们的印象里，毛主席是个很果断、很有魄力的人。怎样的2件事会让毛主席都犹豫不决呢？这第一件难下决定的事情是1946年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彻底决裂的问题。对中国来说，1946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，漫长的抗日战争结束了，人们期盼着和平，国共两党在人们的殷切期盼中签署了协议，约定继续合作，共同建设国家。可毛主席很清楚，这和平不过是假象，蒋介石心里还是想要发动内战的。在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，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，我们要反对内战，阻止蒋介石的阴谋，让中国走向正轨。为此，毛主席做了很多努力。1946年，蒋介石连发3封电报，催促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。我党干部都认为这是鸿门宴，须不得，但毛主席认为这是我们难得能够和蒋介石对话的机会，为了中国的未来值得冒险前往。毛主席还谈到，为了中国今后的发展，我们可以对蒋介石做出政治、军事上的让步，力求先将政治局势稳定下来。这次重庆谈判之行危机四伏，蒋介石打内战的态度并没有动摇，他提出了各种各样严苛的条款，想要把我党逼下谈判桌。所幸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此早有准备，而且美国人出于自己的利益，也不希望蒋介石发动内战。更不用说和平乃是民心所向，自谈判的消息传来，无数民主人士汇集在重庆，蒋介石如果做得太过分，会成为天下人的公敌。所以蒋介石不情愿地签了条约，但是他并没有把条约上所写的当真。事实上，毛主席还没有离开重庆，蒋介石就对解放区发动了进攻。毛主席不得不做出决定，是继续等待形势变化，还是放弃幻想，准备战斗。从后人的视角来看，肯定是选后者。只是当年的毛主席可预料不到未来，如果真的彻底和国民党走向决裂，就意味着中国要开始打内战。这片土地经历的战争太多了，人民还能承受得起吗？再从双方实力来看，蒋介石得到了大批美国援助，人多地多兵多，延安是完全不具备优势的。这也是当时很多人一致的想法，觉得共产党太弱小，根本没能力和国民党硬碰硬。可是我们和蒋介石之间早已经没有了斡旋的余地，即便让步，蒋介石也会赶尽杀绝。再说，让蒋介石这样一个人坐拥中国，岂不是把全中国的老百姓推进火坑吗？毛主席在书房里思考了很久很久，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要和国民党打这一仗。事实证明，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。而第二个决策，毛主席做得更加艰难，这个决定是抗美援朝。关于抗美援朝，其实一开始毛主席就认为中国是应该出兵的。在1950年8月份的会议上，毛主席就谈到，要是联合国军打了胜仗，帝国主义必定会洋洋得意，气势大涨，这将威胁到我国的安全。我们对朝鲜不能坐视不管，应当给予帮助，可以以志愿军的形式出兵，时机也应当把握好，尽快做好备战措施。不过此时对大部分人而言，战争还很遥远，因为联合国军刚刚组建，而此时朝鲜的状态势如破竹，似乎朝鲜半岛的统一指日可待。就算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，对于联合国军即将到来这件事情，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，这一切令毛主席非常无奈。早前他曾经劝说过金日成不要急着打这一仗，而是要等中国渐渐解决了台湾问题，全国的形势安定下来之后再去打，这样中国可以给朝鲜作为后援。可金日成等不及了，他觉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已经远远强于对手，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苏联也可以出手相助。而苏联方面，斯大林也支持金日成的作战计划，并认为这对苏联在亚洲的布局是有利的。或许是预料到毛主席会再次反对，所以在真正决定开战的时候，金日成竟然都没有告知毛主席。毛主席最后在报纸上才得知朝鲜打仗的消息。当时毛主席的面色非常严肃，他知道美国不会坐视不管，朝鲜很快就会面临美军大兵压境。只可惜这件事情毛主席能看透，斯大林和金日成却看不透。所以等到8月份的时候，形势对于朝鲜来说其实已经万分危急了。
而中国和朝鲜唇亡齿寒，朝鲜一旦沦陷，那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中国边境。正是基于这种担忧，所以毛主席已经在7月份组建了东北边防军，同时也将一部分部队调到了鸭绿江附近，防止美军的侵扰。这时候不管是政治局还是军方，大家还是觉得我们只要以防范为主，就能够避开危险。同意打仗的人在当时是极少数，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实力太强，我们贸然和美国开战，很有可能使自己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现在我们国家的外交形势已经很不利了，进一步得罪西方的话，吃亏的最终还是中国。另外，仅仅是为了帮朝鲜，就把我们国家的前途搭进去，也不值得。现在新中国刚刚建国，有很多大事要做，没必要把兵力分出去完成对抗美国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太过轻率，但这就是当时的主流观点。面对一个未可预知的强大敌人，谁也不想将中国置于危险的境地。但万万没想到，美军的脚步太快了，到了9月份，美军完成了仁川登陆，朝鲜战场的局势顿时逆转。不久前还高歌猛进的朝鲜人民军，居然被美军一下子打得溃不成军。再打下去，可能金日成本人也要成为阶下囚。所以中央政治局就抗美援朝一事展开了好几次激烈的讨论，有一次甚至持续了16天，依旧没有讨论出结果。毛主席知道现在不是出兵的时候，因为我国还没有在实际上遭受威胁，所以最后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是，我们要在38线以外构筑防线，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他对众人这样说，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38线，我们不管，如果过38线，我们一定打过去。38线是最后的底线了，美军如果真的越过38线，那就意味着他们不顾之前的协定，悍然干涉北朝鲜的政治事务，那这一场仗就必须要打了。可以说抗美援朝的每一步都有许多人在观望。人们一开始不相信美军会出兵，后来不相信美军能够那么快做到仁川登陆，但事实证明，不要对美国人心存幻想。果不其然，又是没过多久，美国人真的越过了38线。这下金日成还有苏联的斯大林都坐不住了。金日成给毛主席发来了求救的消息，斯大林也表了态，希望中国能够派遣军队支援战乱之中的朝鲜。对于这件事，毛主席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他对金日成提出，中国虽然不方便以解放军的名义参战，但是可以以志愿军的名义过去，在优秀的战术指挥之下打败美国，并非不可能。可是当毛主席把这件事情拿到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，又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边境线还算安全，只要美国还没有真正攻击中国，中国就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打美国。何况敌强我弱，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损失更小的办法呢？当然，没过多久，众人的想法就发生了扭转，因为美军居然真的派了飞机去轰炸我国东北边境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会议再次召开，这一次大部分人总算同意了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决策，但是依然有不少人提出，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最根本问题，那就是军事实力太弱。打仗这种事情是你死我活，光有一个决心肯定是不够的。中国现在一穷二白，我们的军队绝大多数还是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。可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，他们的武器先进程度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。看看朝鲜人民军的惨状也能明白，没有足够的把握去和美军对抗的话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而且美国现在手里拥有原子弹，万一惹急了美国，他们直接对我们发动核战争，我们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大家的担心情有可原，周总理和毛主席商议之后，认为现在应该争取苏联的援助。即便我们在陆军方面可以和美军对抗，但空中还是需要苏联的支援。周总理为此专门出发前往苏联进行谈判。毛主席也对周总理谈到，如果苏联同意空中援助，我们就出兵，如果不同意这件事情，可以再缓一缓。周总理如实向斯大林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，而斯大林方面的回应是愿意给予援助，但是需要2个月的准备时间。苏联的援助不来，我军不能轻举妄动，毛主席只能将这件事情暂缓。可是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，再拖下去，美军在朝鲜战场就会占据更大的优势。所以毛主席的内心百般纠结。时间来到了10月13日，朝鲜战场的状况已经极其糟糕。
苏联方面讲好的援助还没有来，但毛主席决定再次召开会议，因为中国和朝鲜都等不起了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毛主席向大家充分分析了抗美援朝的优势和劣势。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很明显的，我们已经处在美军的爪牙之下了，对美帝国主义心存幻想是幼稚的，只有反抗才有出路。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残酷的表现震惊了所有人，也让大家都意识到妥协是不可能换来和平的。所以在又一次会议之后，大家终于统一了意见，出兵。毛主席立刻给身在苏联的周总理发去了电报，我国出兵是极有利的，无论是对我国或是朝鲜还是亚洲乃至世界，这都是有利的。我们不出兵，以朝鲜的情况，美国一定会胜利，这对除反动派各方都是有害无利，因此我们一致认为要出兵。10月18日，周总理回到国内，带来了好消息，苏联会加紧时间准备援助。同时彭德怀也匆匆回到了北京，告知毛主席边境上的志愿军已经准备完毕。这两个消息让毛主席心里更有了底气。在会议上，毛主席对大家说，如今美军已将平壤团团围住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来到鸭绿江，此刻我们有再大的困难险阻也无法让步，出兵是一定要出的，志愿军前往朝鲜的时间必须尽快，一切按照原计划行事。就这样，关于抗美援朝的大计终于确定了下来。不久之后，志愿军便跨过了鸭绿江，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征程。抗美援朝的决定也大概是毛主席一生之中做过最艰难的决定，无论是中美双方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，还是众人的反对，都让毛主席不得不一次次的暂缓出兵计划，一次次的调整对外策略。即便做出了决策，毛主席心中的大石头也始终没有放下，因为抗美援朝所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多太多，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毛主席是睿智的，每一次他都能够带着大家选择正确的那一条路。